爱宝的生物钟未免也太强大了，到点就下班的这个事情，姨姨们已经见怪不怪了。除此之外，爱宝和奶爸们之间还有一个默契的时间点，那就是下午爱宝的2次出门玩耍。当瑞宝、辉宝上午在室外玩累了，下午在室内睡觉时，爱宝这里悄悄走到了通道门口。爱宝知道这将是独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爱宝动作很轻，没有吵醒瑞宝、辉宝。爱宝坐在通道门口乖乖等待着。很快，奶爸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爱宝这次走出门没有犹豫，而是直接走去了小床。爱宝好似清晰的知道，这次的出门只有自己。爱宝这走过的落叶是一个心形，这个心形的落叶可不是自然飘落而成的，虽然不太起眼，但却是老凤头的小心思。爱宝在小床上安静的吃完他的窝头和竹子，而这时室内园区的瑞宝、辉宝睡醒了。不过姐妹俩睡醒后并没有找妈妈，俩人在独木桥上相互打闹着，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谁也不让着谁，很是忙碌，所以根本没空想妈妈。等爱宝从室外回来时，这时也快到了下班点了。这时是爱宝一天里为数不多的带娃时间，随机选中一个开始对其宠溺。不过这更像是爱宝在打发自己临下班前的最后一点时间。爱宝眼看奶爸迟迟不给自己开门，爱宝表示再不给我开门我就给你挂网上。接着爱宝对着眼前的独木桥就啃了2口，顺便还扒拉了2口。想必是因为辉宝刚才在上面留下了浓郁的标记，爱宝嫌弃了。啃完独木桥后，爱宝直接来到了通道门口，坐等奶爸的开门。但奶爸好像不在，爱宝的行为引得辉宝也开始模仿。辉宝看到妈妈坐在通道门口等，自己也来到通道门口坐着，模仿的还挺像。爱宝这时刚转身走上独木桥，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又立马调转了回去。这次回去，爱宝给姐妹俩都带上了。就在爷爷以为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时，辉宝走到通道门口处，又立马折返跑了回来。不过辉宝只是跟爷爷开了个玩笑，故意逗老宋头玩的。辉宝发现老宋头居然没上当后，又从小亭子上下来跑回了家。上周经过将爷爷对乐宝、爱宝的血压体检演练，在这周里，爷爷配合兽医们成功对爱宝和乐宝完成了他们的第1次体检。情况上和演练时一样，爱宝不管是面对奶爸还是兽医小哥哥给自己放置血压检测工具，都是显得很平淡。看爱宝的眼神，坚定的眼神好像要入党。在爱宝模拟体检时，将爷爷就夸过爱宝，而且自己还帮爷爷阻拦着瑞宝和辉宝。爱宝是完全信任奶爸的状态，而乐宝这里就显得没那么自然了。乐宝有种强撑着自己，硬着头皮接受的感觉，因为体检时绑带所带来的压力感，所以乐宝时不时的就会低着头，很不老实，生怕兽医是来谋害自己的。双开门大熊猫也有着自己柔弱的一面，就像将爷爷给乐宝模拟体检时一样，看到圣熙阿姨手里的血压检测绷带时一直不放心，时不时的去查看，然后再看向奶爸，想问奶爸姨母手里的那是个什么东西，不会是来谋害自己的吧？始终放心不下。当奶爸接过姨母手里的血压绷带时，乐宝直接表示拒绝，就连小零食都不吃了，直到将爷爷给爱宝搬出来。乐宝一听到爱宝，立马鼓起勇气，表示自己不能在爱宝面前丢人。乐宝此刻也是个为爱冲锋的战士，而之所以体检，则是因为爱宝和乐宝年纪大了，到了该养生的年纪了，而血压则是其中需要管理的项目之一。只不过乐宝这里跟爱宝比起来，胆儿太小了，明显还需要再慢慢适应。今天下班点到了时，爱宝听到了外面引导员姨姨疏散游客的声音，一下子就坐了起来，然后分别看向了通道门口和奶爸门口。这时爱宝看到调皮的瑞宝在自己身后爬树的模样，这不让自己省心的样子，让爱宝更坚定了自己想回家的心。爱宝给瑞宝从树上喊了下来，然后便走下了小亭子。被喊下树的瑞宝没事儿干了，只能去给爱宝添乱。爱宝走到通道门口，喊奶爸给自己开门时，瑞宝像疯了一样在园区四处跑跳，释放着自己最后的那点体力。爱宝喊一声就回到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喊一声就回自己的通道门口看看。爱宝来来回回看了2次，爱宝的样子让瑞宝都为此感到着急了。瑞宝直接在通道门口站了起来，心想这怎么回事儿？自己好不容易想主动下个班了，老宋头这里怎么还掉链子了？急得瑞宝又围着园区跑了一圈，等再回来时，通道门便打开了。瑞宝挤到妈妈身前，想要做第一只回家的大熊猫。而与此同时，辉宝这里还在树上呼呼睡大觉。姐妹俩这时而性格一样，时而性格不同，给爷爷们带娃体验感直接拉满。难得瑞宝今天想主动下班，辉宝这里也没让爷爷和姨母催，就直接回去了。
因为爷爷跟瑞宝、辉宝讲，只要姐妹俩听话，以后天天让瑞宝、辉宝去室外玩耍。今天白天，江爷爷终于给姐妹俩把那期盼已久的室外通道门打开了。玩开心的瑞宝、辉宝下午回到园区后就很听话，果然小孩子是最容易满足的。下午时，瑞宝和辉宝一左一右的陪在妈妈身边，爱宝则爬在独木桥上守着姐妹俩。一会儿，爱宝突然想吸熊了，爱宝走到了离自己最近的瑞宝身边。瑞宝察觉到妈妈过来后，下意识还用手挡了一下。爱宝对瑞宝讲：“你挡有用吗？你挡是没用的。”还没等辉宝再次开口说话，辉宝就从小亭子上掉下去了。辉宝掉下去后，瑞宝这时又爬上来了。这时候可看出有两只熊的好处了，那就是玩丢一个还有一个。这时突然通道门开了，爱宝和瑞宝神同步的起身查看。激动的瑞宝起来后，想从小亭子上翻下去。爱宝看着自己这没脑子的傻闺女，这傻行为，立马就给瑞宝拉住了，制止了瑞宝的这一举动，让瑞宝赶紧上来。提醒完瑞宝，爱宝这里就往家走了。但这时通道门又关上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门口，给奶爸敲门，瑞宝则负责守着通道门口做收妈妈之力。通道门一打开，瑞宝就第一时间跑进去了。接着是爱宝、辉宝这里，从刚才不小心摔下小亭子后，就一直在小亭子下面躺着没有动，给姨姨们演绎着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睡一觉的心灵鸡汤。辉宝回过神来后，发现妈妈跟姐姐都走没影了，这才赶紧跟上。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爱宝对待自己孩子喜欢的时候是真喜欢，嫌弃的时候也是真嫌弃，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爱宝讨厌姐妹俩时，恨不得给姐妹俩直接摔个屁了，亦或是直接送出去，问奶爸要不要，要的话直接拿走。以前揍福宝，好歹都给福宝头上安个理由，现在揍瑞宝、辉宝，统一称为是教瑞宝、辉宝防身技能，同时从小给姐妹俩施展威压，让他们分清大小王，这样姐妹俩长大后就只会害怕自己。因为以前福宝时自己单挑福宝，福宝始终都是打不过爱宝的，现在不一样了，姐妹俩团结起来，爱宝就吃不消了。所以趁姐妹俩还小，能多揍一顿就多揍一顿，以后就不一定谁揍谁了。况且姐妹俩现在就有试图反抗的苗头了，再加上现在人多了，有时姐妹俩真犯错了，爱宝还容易搞混。平时鬼点子最多的辉宝打不过妈妈，转头就打姐姐。辉宝揍瑞宝时，刚好被江爷爷看到，江爷爷来到姐妹俩身边，试图拉架。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辉宝还敢当着爷爷的面揍瑞宝，爷爷试图让瑞宝反击，眼看瑞宝文文弱弱的，江爷爷直接上手，拿着瑞宝的小手帮瑞宝揍辉宝。江爷爷一顿操作，非但没有赶走辉宝，辉宝这里反而给瑞宝咬得更狠了。这次江爷爷感觉自己是帮了倒忙，之后就没再见江爷爷主动拉架了。姐妹俩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彼此解决吧。而爱宝喜欢瑞宝、辉宝时也是真喜欢，简直像是要给瑞宝、辉宝揉进自己的骨子里。姐妹俩经常讲，妈妈的爱容易让人窒息，真是爱的时候爱到底，打的时候打过瘾。真羡慕江爷爷这种能够在工作之余还可以出去参加各种职场外的一些活动，来宣传自己所饲养的动物的工作啊，这真是给他们的工作热情拉满了。像江爷爷最近还受邀参加了我国驻光州总领事馆举办的庆祝我国成立75周年的招待会，这真是给爱宝乐园找满。同时江爷爷的每次出现都自带宝家光环，也是进一步对大熊猫宣传做贡献。宋爷爷曾发文讲到，让自己的动物感到幸福的同时，就是自己要先幸福，能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一起工作，这也是人生感到幸福的一个很大关键。江爷爷作为熊猫界的主管，就经常起带头作用。江爷爷的妻子擅长烘焙，江爷爷就经常将妻子制作的蛋糕给同事们分享。当瑞宝、辉宝出生时，江爷爷不会只关注于乐园的那点资源，江爷爷自己自费用心的为瑞宝、辉宝制作了4个荞麦枕头，并且还会将自己农场里的种植的绿色瓜果带给宝家。这个农场并不属于爱宝乐园，而是江爷爷私人的。江爷爷想带给瑞宝、辉宝的并不只有这些，而是因为瑞宝、辉宝是动物，他们只能吃些这种东西。